诶，你有想过吗？只要用对了方法，光用2根手指头，竟然就能把一个比你高大、比你强壮的人就这样点飞出去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武侠小说里才有的情节？但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好好解析一下这背后超级精确的物理学原理。好，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7年，地点是北京一个清晨的公园。为了搞懂所谓的内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的主角遇见了一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大师，而这次的相遇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他过去对力量的所有认知。好，这里就是整个事件最让人想不通的地方。一个快80岁、身形看起来瘦瘦弱弱的老先生，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只用区区2根手指，就把一个比他年轻又强壮很多的男子这么轻松的给发了出去。这股力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？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力的基本想象吗？那被点飞的人是怎么感觉的？他说他形容自己就像一颗球飞了出去。你注意听哦，这很重要。他感觉到的不是被一股蛮力硬生生推开，而是整个身体的结构好像瞬间被瓦解了，然后被整个带走。这就代表这根本不是一场蛮力的对抗。那么，这位朱村轩老师本人是怎么解释的呢？他没有给你什么 SOP， 什么步骤1、2、3，他给的反而是一句听起来相当神秘的线索。他说：做好自己，中正安舒，不要紧张，就什么都有了。哈，这是什么？听起来超像心灵鸡汤的，对吧？或是什么禅宗公案？但你先别急，这句话其实就是解开所有谜团的真正钥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个翻译工作。我们要把这句听起来很像禅学的话，一句句翻译成你看得懂、听得懂的物理学。我们来一起解开这个毫不费力的力量，它背后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第一步，我们要先转换一下脑袋。我们平常想到的力都是硬碰硬，比谁力气大，对吧？那是蛮力。但我们今天要谈的结构力，它的游戏规则完全不一样。它的目的不是要硬碰硬把你压倒，而是要很聪明地瓦解掉你的平衡。那背后的物理原理是什么呢？其实国中就学过，叫做力矩。你想想看哦，你用扳手转螺丝的时候，手会握在哪里？一定是最远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最省力。这就是力矩的威力。一个小小的力量，只要用对地方，离那个中心点够远，就能产生一个超大的旋转效果，瞬间就让东西失去平衡。所以重点从来就不是你出了多大的力，而是你的力用在哪里，用的有多准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人身上的施力点要怎么找？这里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想法了。你不能再把一个人看成是手啊、脚啊、身体啊这些零件拼凑起来的，你要把它看成一个完整的、整合在一起的系统。用一个更简单的比喻，就是一个人就是一颗球。当你把对手想象成一颗球的时候，哇，整个物理学都不一样了。你想想看，任何一个力量，只要它的方向是指向球心的，就算这个力量再小，它都能撼动整个系统的重心。所以你的目标就不再是我要怎么推得更用力，而是变成我要怎么找到通往他身体中心的那条路。好，有了人是一颗球和力矩这2个观念当做武器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头去破解大师那句听起来很玄的话了。你马上会发现，那根本不是什么心灵鸡汤，它是一本超级精准的技术说明书。你看这个表，左边是老师说的话，右边是它对应的物理操作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老师说做好自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在动手之前，你得先整理好你自己的身体结构，找到你自己的平衡。再来，中正安舒，意思就是你的骨架要对齐，重心要稳，身体里面不要有哪里跟哪里在打架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，不要紧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身体一紧张，力量就卡住了，穿不过去，那条通往中心的路就断了。
讲到这里，那所以气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听起来很玄，但其实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很清楚、不神秘，而且可以实际操作的定义。它不是什么超自然能量，它其实是一个系统，也就是你的身体在被高度组织好之后，自然而然会出现的一种品质。我们可以从3个层次来理解它。第一层是体感层，就是你自己主观上感觉到，我身体里面好像很通透、很稳定，有一种流动的感觉。第二层是操作层，这是一种你可以透过练习达到的状态，把你的注意力、呼吸、身体结构都整合在一起。那到了第3层就是功能层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状态下，力量可以毫无阻碍地从你的脚底一路传到手上，而不是只靠你手臂的肌肉在硬撑。所以你看，最有趣的地方来了。练这个东西，它不是一个加法的过程，你不是要练更多的肌肉，用更大的力气，它反而是个减法。你要减去什么？减去身上多余的紧张，减去那些不必要的代偿动作，减去那种急着想成功的念头。当你把这些障碍物都拿掉之后，你身体本来就有的那个整体的力量才会自己跑出来。好，理论讲了这么多，可能还是有点抽象。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做个超简单的身体实验。你站起来或坐着都可以，亲身感受一下，用局部跟用整体到底差在哪里。好，第一步，请你用平常的习惯，很自然地把一只手举起来，然后去感觉一下，是不是你的肩膀先用力，胸口是不是有点往前顶。好，这是用局部的感觉。现在把手放下，我们来试第2个方法。这一次，你的注意力先放在你的脚底，还有你的整条脊椎，想象整个人微微的往上拉长，然后让你的手臂像是这个拉长动作的结果一样，就这样跟着浮起来。你有感觉到那个细微的差别吗？从我用肩膀举手，变成我整个身体在动，所以手升起来了。这个微小的转换就是通往气的那个入口。所以总结一下，今天我们学到最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对力量的理解可能一直以来都太狭隘了。力量不只是看谁比较大只，谁比较重，它其实还包含了品质、结构、时机，还有精准度。那最后，我想留一个问句给大家回去想一想。有没有可能，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，并不是我们费尽力气施加出去的，反而是当我们把自己的结构调整到最完美的时候，那个力量是被我们允许它自己发生的呢？